25000的支撑足够稳固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从日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上方它形成了一个区间，这个区间下破过后，它就迎来了暴跌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白色的区间是派发区呢？其实以最后下跌破的这个结果呢，我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上方走的它确实就是一个派发区，没错。不过当我们在讨论趋势的反转的时候，趋势逆转我们必须探讨更大级别一点。因为你可以看我们上方的这个派发区，它有没有可能逆转我们自从15500以来的上涨呢？我认为是没有机会的，因为我们在上方的筹码派发的太少了。即使它是派发区的话呢，那它派发的筹码也仅仅只有540千颗比特币的量能而已它远远不及我们在下方所累积这么庞大的量能。那我会认为，我个人呢比较注意的就是。包含我们之前的震荡箱体的整个白色大箱体，它才是我个人会比较注意的派发箱体那如果我们看到目前的话呢，它其实只是在测试箱体的下缘而已。那这不禁让我想到我们之前走的一段行情就是我们之前在519之前走的这段派发。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走的呢，它就是第一次的气力放进。你可以发现，我们也是在这一次的下跌当中呢。它首次跌破了日线的前低，那我们在下跌之前我们甚至还再创新高。那其实最好的出场时机呢，或者说现货出场时机，或者是空单的入场时机呢，是在我们第一波下跌过后的反弹。第一波下跌过后的弱势反弹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最有机会可以识别出是个卖出现货的时机，或者说是做这种趋势空单的时机。因为你可以看当我们还在创造新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辨别这个新高的点它是处于真正我们的最高点，还是它只是像这样子的新高，这个是比较难去判断的。而且像这么左侧的交易的话，其实也是伴随着很大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盘面其实我们现在呢，一样是在我们大的派发区间的一段比较猛烈的下跌。那其实跟我们刚刚复盘的有非常类似的效果。那么我们并不是直接这波底破它就走出了这个区间这种时候它就非常有机会去引起一个反弹来的次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我们在这波暴跌之前呢，我们还在创新高当一波行情它还在创新高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就很难判别得出这波行情已经结束了，真的很难的。除非呢，它下跌过后。然后有一个次高点，那么这个次高点呢，如果说它是很弱势的这种反弹的话呢，它就会是非常非常好辨别的机会。比如说做空等等的，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我会认为25000的支撑它是非常坚固的。怎么说非常坚固呢？好，我们把这条线给标示出来一下这条线我相信就是目前盘面就我们这1年以来我们从下破就是6月嘛，去年的6月出头，然后一直到现在的8月多，等于说我们在目前这1年又2个月以来的行情最重要的互换最重要的楚河汉界分界线就是在25000的位置。在25000的下方呢，我们有累积了非常非常足够多的人。购买了足够多的筹码，有 6.384 个 million 的量能而且我们花了259天，最后呢，我们选择突破向上。而且，如果我们下方并不是一个吸筹箱体的话呢，它是不会突破向上只要突破向上走出一段趋势，那就可以证明我们下方它的确是吸筹，不然主力是不会放任这样拉盘的。那么，当下面的这一群人他们在上方的筹码并没有派发干净的时候，或者说主力的筹码它没有派发干净的时候呢，它是很难下破的，因为我们在下方呢有非常非常强劲的保护垫，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5000呢，我相信我们要下破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如果说我们真的下破了25000的话呢，那我们下方的这个箱体甚至前低呢也会非常非常的危险。毕竟我们在下方它是累积了这么多的量能，那如果说只要下方它在25000这个地方是
有出现需求的话呢，尤其建立在我们上方的筹码还累积的不够多的情况之下，我相信25000的这个支撑呢，在短期来看还是会非常强劲的。但如果我们再把级别切小，就比如说，以做合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如果你是在比较高的这种点位开的，那么其实我们在短期内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真的没有什么太有效的反弹，目前的反弹呢看起来都是非常弱势的，所以它回来测试这个25000，然后看看支撑的效果如何，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如果说你的空单的开仓价呢是在很好的位置，比如说是在29500的上方，那么这就非常有可能可以做成一张趋势的空单了。我们可以等待它反弹的这种结果，但如果说寻求比较保险的操作的话，其实就是在25000的这个地方平仓，然后我们再去找一个反弹次高的机会再去操作。而且反弹次高呢，它也比较能确认这波趋势毕竟我们这波下跌的起始点它还在创新高行情还在创新高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开出这种逆向空的这种单子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